你看这个实验，在装有水的塑料瓶中放入一个半满的试管，然后用力挤压塑料瓶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。原本还漂浮在水面上的试管，像是被下面无形的东西吸引，迫不及待地沉入水底。松开手后，它又欢快地浮上去了。这个试管是如何做到听话的上浮下潜的呢？仔细观察，旋机就在试管的开口底端，可以看到试管在最初进入塑料瓶时，所受的重力与浮力达到平衡状态，因此可以悬浮在瓶中。当塑料瓶被挤压后，瓶中水的压强会增大，进而会把更多的水挤入开口的试管中。这时，试管内原本的空气就会被压缩，它的排水体积变小，浮力随之变小。此时重力大于浮力，小试管也就听话地沉下去了。反之，松开瓶身后，塑料瓶内的压强变小，试管中被压缩的空气就会把水压出来，此时排水体积增大，试管的重力就会小于它所受的浮力，所以它就摆脱重力，快速上浮了。因为试管既能上浮也能下沉，所以它又被称为浮沉子。别看这个小玩意儿简单，它正是潜水艇自由浮潜的原理雏形。可别误会，潜艇能自由沉浮，并不是一个无形的大手在捏地球。号称水下霸王的它，靠的可是自己的力量。潜艇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笨重的铁皮怪，只依靠周围的水提供的浮力以及自身的重量，是没有办法做到在海下几百米的深度浮沉自如。因此，潜水艇内设计了一个压载舱系统。当潜水艇想要下潜时，压载舱就会被注入大量的水，以此提高潜艇的重力，它就可以去海底玩一圈了。对应的，如果海底的潜艇想去海面上透口气，它就会把压缩空气冲入压载舱，将里面的水压出去，让浮力战胜重力，带着潜艇上浮。然而，就是这个自由浮潜的水下霸王，在海下竟然也会突然失去浮力，急速坠向海底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简单来说，这种可怕的现象就是掉深。海洋深处并不像海平面一样平整，海水的密度随着深度的变化也会发生显著变化。如果潜艇遇到了上层密度大、下层密度小的海中断崖，那么在海水密度变小的同时，它提供给潜艇的浮力也会瞬间变小。如果潜艇不能立即将压在舱内的水排出去，获得向上的浮力，那就很可能被断崖快速地拖到海底。要知道，潜艇所承受的压力是一定的，它没办法承受过大的前深，一旦反应不及时，面对的就是整艘潜艇停毁人亡。所以说，掉深又被称为潜艇的噩梦。